夜深了，你躺在黑暗里，却睡意全无。你的眼睛闭着，可你的脑子还亮着，就像有一盏小灯在脑袋里亮着，怎么也关不掉。你翻了个身，又翻了个身，被子发出轰轰的声响，可你心里那个声音比被子还响。他一直在说话，一直在说话。他说白天的事，说老板的那句话，说同事的那个眼神，说朋友没回的消息，说明天的安排，说后天的担忧，说3年前的遗憾，说5年后的迷茫。他不停地说，不停地说。你越让他安静，他越大声；你越闭上眼睛，他越清晰。你觉得自己好累，好累。明明身体倒在床上，可心还悬在半空。明明什么都没发生，可你已经累了很久，很久。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个在你脑海里喋喋不休的声音到底是谁？你又有没有想过，那个正在听他说话的你又是谁？那个正在读这些文字的你，那个正在体会这一切的你又是谁？今晚我想带你认识一本书，它叫《清醒地火》，作者叫麦克辛格。这本书也许能回答你一个问题，一个你也许从来没有认真问过的，却困扰了你很久很久的问题，那就是你以为是你自己的那个声音，其实并不是你。对，你没有听错，你并不是你脑海中那个一直在说话的声音，你是那个听到声音的人，你是那个看见念头的人，你是那个感受情绪的人，你是所有这些来来去去的东西背后那个始终安安静静的存在。如果你能听懂这句话，如果你能哪怕只信一点点，你今晚的失眠就已经治好了一半。因为让你睡不着的从来不是那些事，是你把自己当成了那些事。我想先跟你讲一个故事，一个人的故事，一个普通人的故事。麦克辛格，他不是一个住在山洞里的圣人，也不是一个从小出家的和尚，更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，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。他年轻的时候和你一样，读书、考试、迷茫、焦虑。他在大学里读经济学，读完硕士又去读博士，博士读到一半，他觉得不对劲，心里有个声音天天问他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他听着那个声音听得快要疯掉了。他不是在开玩笑，他是真的觉得自己脑子里住了一个疯子，一个从来不闭嘴的疯子。后来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不理解的决定，他放弃了博士学位，搬进了一间林间的小木屋，一个人住，每天打坐冥想，种一点菜，过最简单的日子。可你知道他后来去做了什么吗？他又走出了那间木屋，去当了程序员，去创办了公司，做出了早期非常成功的网站构建软件，成了硅谷很早就富起来的那批人，然后又用这些钱去建了一个冥想中心，去教别人如何在生活里保持内心的平静。他这一生结过婚，养过孩子，交过税，经历过生意失败，忍受过人生起伏，也有过特别特别糟糕的日子。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呢？因为我想让你知道，他不是神仙，他没有躲到深山里去，他没有离群索居，不管人间烟火，他该上班上班，该创业创业，该吃饭吃饭，该受气的日子一样受气。他的智慧不是在喜马拉雅山的雪峰上悟出来的，是在最普通的日子里，在他那间小木屋里，在他大脑又一次开始喋喋不休的时候忽然悟出来的。他说他永远记得那一天，那天他就坐在自己小木屋里，什么事也没有发生，窗外没有风景，天上没有祥云，脚下没有莲花，他脑子里又在那翻来覆去的说话，说着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说着那些翻来覆去的老话。说着说着，他突然愣住了，因为他发现他正在听那个声音说话，他能听到他能看到那个念头的出现，他能看到那个念头的消失，
那不就意味着它不是那个声音吗？如果它是那个声音，谁在听？如果它是那个念头，谁在看？他从前一直以为那个声音就是他自己，他跟着那个声音一起高兴，一起愤怒，一起害怕。他以为那就是思考，那就是生活。可那一刻他才明白，他是那个在听的人，一直都是，从来没有变过，变的只是房间里播放的内容。你明白吗？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住着一个室友，一个非常非常爱讲话的室友。他从早上睁开眼一直讲到你闭上眼，他讲到你进入梦乡，还会在梦里接着讲。他喜欢分析，喜欢批评，喜欢比较，喜欢担心，喜欢后悔，喜欢规划。他什么话题都感兴趣，他尤其喜欢那些让你不安的话题。他能把白天别人说的一句话翻来覆去地播放100遍，他能把一件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提前彩排100种结局，而且每一次彩排都是悲剧。这个室友讲得越多，你就越当真，你越当真，他就越起劲。于是你跟着他一起焦虑，一起恐惧，一起失眠，一起把自己折腾得疲惫不堪。可你有没有想过，那个室友说的话并不都是真的，大多数时候甚至全部是真的。他只是在说话，就像一台坏掉的收音机，永远在播放，而且只播放2个频道，一个是过去，一个是未来。过去频道永远在放遗憾，未来频道永远在放恐惧。它让你在过去和未来之间跑来跑去，却永远不让你待在现在，因为现在太安静了，安静的让它无话可说。让我们来看几个场景吧，我想这些场景你一定再熟悉不过了。第一个场景，白天上班的时候，老板当着所有人的面批评了你的方案，他说的挺难听的，语气也不太好，你当时脸涨得通红，一句话也没说。你低着头盯着电脑屏幕，假装在改文件，可那句话没有走，他从白天一直跟到你晚上。你躺到床上，他又开始播放了。老板说那话时的表情，同事假装没听见的样子，你当时手脚冰凉的瞬间全都回来了。于是你开始想，我是不是真的很差劲？我是不是真的不适合这份工作？他们是不是在背后笑话我？我是不是很没有用？你越想越深，越想越远，越想越真，就好像老板现在还在你耳边说话，可事实上你已经下班了。你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，周围很安静，只有窗外的风声。那句话早就说完了，它只是一个记忆，一个在你脑子里反复播放的记忆，是你允许它一直播下去的。第二个场景，你给一个人发了消息，1条2条，对方没有回，你又发了1条，还是没有回。你开始想了，我是不是说错话了？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他了？我是不是很讨人厌？你开始翻聊天记录，开始回忆上一次见面的每个细节，开始在心里写下10几条道歉的话。你越想越心慌，心慌的睡不着。可事实是什么呢？对方可能只是手机没电了，可能只是在忙，可能只是忘了回，可能只是看到了，想等会儿再回，结果就忘了。你根本不知道答案，但你已经在脑子里替对方写好了一个剧本，一个让你非常难受的剧本，而且你演得特别投入。那个声音在旁边一边配音一边解说，你看，他不回你，他就是不在乎你，你就是不够好。可是亲爱的，那个声音说的话是事实吗？不是，他只是猜测，他只是把一个可能演成了一个事实，然后让你去承受那个根本不存在的痛苦。第三个场景，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家人无心地说了一句话，也许是你怎么又这样，也许是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，也许是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吧。你面上没有表情，
可心里突然揪了一下。你草草吃完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关上门。那句话还在，你坐在床边，心里又在下雨了。你把它翻来覆去的琢磨，你想起从小到大很多很多类似的话，你越想越委屈，越委屈越睡不着。可那句话其实已经过去了，说那句话的人也许早就忘了，只有你还在那场雨里站着，一件一件的淋湿。那个声音最擅长做这件事了，它会把一句话变成一根针，然后一遍一遍地扎在你旧伤的地方。它扎得越深，你就越疼，你越疼就越相信那根针是真的。可那根针只是他编出来的，你早就长大了，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无助的小孩子了。可那个声音还停留在过去，一遍一遍地给你播放那部老电影。第4个场景，明天要开会，你躺在床上，刚有了点睡意，大脑突然开始工作。他问你，明天的会议讲什么？讲不好怎么办？被问住了怎么办？下个月的钱还够不够？下下个月的房租怎么交？这份工作还能不能撑下去？这个人生到底要怎么走？你本来只是躺下了而已，结果脑子里的问题像烟花一样一个接一个的炸开，你被炸得睡意全无。你以为你在思考，你甚至觉得我这是在为明天做准备啊。可你仔细看看，那些思考有一件是现在能解决的吗？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把明天彩排了无数遍，可明天该来的时候还是会措手不及。你为下个月担心，可下个月还没到。你把一颗心提前扔进了未来的风暴里，然后被未来的风暴搅得今晚就不得安宁，这是多么亏本的事啊！你有没有发现，这4个场景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让你痛苦的，没有一件是正在发生的事情，它们全都是你脑子里反复播放的事情。正在发生的事情是什么？是你躺着的床，是压在你身上的被子，是你均匀的呼吸，是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声，是此刻，只有此刻。可你的注意力不在此刻，你的注意力被那个声音抓走了，拖进了过去，拖进了未来，拖进了一个又一个并不存在的故事里。这就是为什么书里说，让我们痛苦的很少是事情本身，而是我们脑子里关于那件事的解读，是那个声音在一遍又一遍地说，这很糟，这很糟，这很糟。是你跟他一起相信了这很糟。一件事情如果发生了，它会发生1次，可如果你在脑子里反复播放它，它就会发生1000次。你难过1次就够了，可你让那个声音带你难过了整整1晚。亲爱的，这太辛苦了，你真的很辛苦。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书里没有让你去堵住那个声音的嘴，因为堵不住，你越是让他闭嘴，他越是来劲。你也别想把他赶走，他是你自己的声音，你赶不走，你更不需要去恨他，他只是太担心你了，太害怕了，所以一直在说话。他就像一只焦虑的小狗，在你门口不停地叫，你越打他，他叫得越凶，你越理他，他越觉得出了大事。那么你该怎么办呢？书里的答案特别简单，简单到你觉得不可思议，那就是你不需要做任何事，你只需要记住，你不是那个声音，你只需要从那个声音里退出来一步，你只需要看着它，就像看着天上的云来了又走了，就像看着路上的车开过来了又开远了。你只需要当那个听众，当那个观众，当那个安安静静的见证者。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再做一个想象，一个非常安静的画面，你愿意吗？好，想象你是一片天空，无边无际的湛蓝湛蓝的天空，你的头顶上有白云飘过，有乌云压来，有风
有雨，有雷声，有闪电，有飞鸟，有飞机，有彩虹，有晚霞。云来了，云走了。天空有变化吗？天空没有变。雨下了，雨停了。天空有变化吗？天空没有变。打雷了，雷声震得大地都在发抖。可天空呢？天空还是那个天空，雷声穿过了它，消失了，闪电劈开了它，可它没有任何裂痕。阳光出来了，阳光也穿过它，照向远方。乌云来了，把天遮得严严实实，可天只是被遮住了，天并没有消失。云散了，天还是那个天。万里无云也好，乌云密布也好，天空从来没有变过。它从一开始就是天空。那些念头，那些情绪，那些焦虑，那些悔恨，那些担忧，那些白天的声音，那些昨天的故事，那些让你害怕的明天，它们全都是天上的云。它们来了就会走，它们出现就会消散，而你是天空。你从一开始就是天空，你从来没有变成过云。你只是在盯着云看，盯得太久了，久到忘了自己是一片天空。你不需要把云赶走，你也赶不走。你不需要把天擦干净，天本来就不脏，你自己本来就不脏。你只需要记得，你是天空，云是云，你不是云。你看着它来，看着它走，你不追，你不赶，你不挡，你不留，你只是让它过去。书里还有一个说法也特别美，他说你的内心其实住着一个观众，一个坐在电影院座椅上的观众，屏幕上映着你的生活，有悲伤的剧情，有愤怒的剧情，有恐惧的剧情，有委屈的剧情，有遗憾的剧情，一幕接着一幕，一场接着一场。以前的你看着看着就跳到屏幕里去了，你以为自己就是那个主角，主角哭了你就哭了，主角怕了你就怕了，主角挨骂了你也跟着难受一晚上，主角失败了你也觉得自己完了。你完全忘了你还有一个座位，你完全忘了你还有一个身份，你是一个正在看电影的人。屏幕上的画面再怎么起伏也伤不到坐在座位上的你，你只需要坐着，可你偏偏要冲上去和屏幕里的人一起哭，一起痛，一起失眠。亲爱的，今晚我想邀请你回到你的座位上，轻轻坐下来，靠着椅背，松开你的肩膀，松开你的眉头，松开你咬紧的牙关。你就看着，不评价，不参与，不救场，不换台，你就看着，让剧情自己演，让情绪自己走。你会发现屏幕上的画面一直在变，而你坐在那里一直没变。你一直都是那个观众，你一直都是那个天空，你一直都是那个清醒的人。这就是清醒的活里最温柔的那个真相。你不是念头，你是看到念头的人。你不是情绪，你是感受情绪的人。你不是痛苦，你是经历痛苦却从来不曾被痛苦污染的那个觉知者。你是那个一直都在的见证者。你从来没有丢失过它，你只是忘了它，你只是太入迷了，入迷到以为屏幕里的那个人就是你。可是亲爱的，戏有演完的时候，云有散开的时候，声音有安静的时候，而那个看戏的你，看云的你，听声音的你，一直都在，一直都在。好了，如果你还醒着，如果你愿意，我想陪你做一个小小的实验，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实验。我不需要你做任何努力，我只需要你把注意力轻轻地放回到自己的身体上。你甚至可以不用睁开眼睛，你就闭着眼睛听我说，感受一下你的背部和床面接触的感觉，那里有温度，有压力，有床垫的柔软。你感受一下，你的脖子是不是还有点紧？你的肩膀
是不是还端着？你轻轻地在心里对他们说一声，谢谢你们撑了一天，现在可以休息了。然后你真的松开他们，让他们陷进床垫里，感受一下你的手臂放在被子上的重量，你的手心是温热的还是微凉的？你感受一下你的脚趾在被子深处蜷着还是伸着？你什么都不用改，你只是感觉身体此刻的存在。身体一直和你在一起，它从来没有背叛过你，它一直在这里为你承担着一切。然后你轻轻地把注意力放到你的呼吸上，你不用深呼吸，你不用刻意调整，你就像平时一样呼吸，只是这一次你去感觉它，感觉空气从鼻尖进来，凉凉的，感觉空气顺着喉咙滑下去，滑滑的，感觉你的小腹微微的鼓起又微微的落下，就像海浪一样，一起一落，一起一落。不用快，不用慢，就用它自己的节奏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呼吸自己会呼吸。你看它是多么的自动啊，它在你睡着的时候一直陪着你，它在你难过的时候也一直陪着你，它从来没有因为你的焦虑而暂停过，它从来没有因为你的失眠而责怪过你，它一直在那里，它是你最忠实的伙伴，你只需要感受它。如果在刚才的过程中有念头跑出来了，有声音响起来了，有让你不舒服的画面浮上来了，没关系，不要批评自己，不要对自己说我怎么又走神了，我怎么这么笨，你只是轻轻地看着它，就像看着天上飘过一片云，然后你再把注意力轻轻地放回到呼吸上，没有责怪，没有紧张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可以这样分心100次，就回来100次，每一次回来都值得被温柔地对待，因为每一次回来你都在练习做那片天空，每一次回来你都在练习做一个清醒的人。现在我想请你在心里轻轻地温柔地问自己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不用回答，你只需要问这个问题是谁在感受这一切？是谁在感受呼吸的进出？是谁在感受床垫的柔软？是谁在感受被子压在脚上的重量？是谁在看这些念头飘过？是谁在听这个声音说话？那个问题没有答案，因为那个谁不是一样可以被看见的东西，它是看见本身，它是感受本身，它是存在本身，它是你，是那个最安静的你，是那个一直都在的你，是那个从来没有受过伤的你，是那个从来不需要被修复的你。所有的伤都在云那里，都在剧本那里，都在那个声音的内容里。云会散，剧本会演完，声音会停，可那个看云的人，那个看电影的人，那个听声音的人，从来没有受过伤，从来没有变过，他一直那么完整，那么干净，那么安静，那么像家。书里说，当你做这个练习的时候，如果你能体会到那个谁，哪怕只是一瞬间，你就已经醒过来了，你就已经不再只是云了，你就认出自己是天空了。只要认出一次，你就再也不会忘记，就像你当年学会了骑自行车，就再也不会忘记一样。这个认出不会丢的，它只是需要你慢慢的、温柔的、一次次的练习。我还想给你一个今晚就能用的小练习，非常非常小，小到你闭着眼睛就能做到。就是下一次当那个声音又开始说话的时候，当焦虑又悄悄爬上来的时候，当那个室友又在你耳边开始播报的时候，你只需要在心里轻轻地说一句，随他去吧，随他去吧。不是我恨死你了，不是你怎么又来了，不是我为什么总是这样，只是随他去吧。就像你看着一片云飘过，
你不需要分析它是什么形状，你不需要教育它下次别来，你不需要责怪自己为什么又看见了它，你只是随它去吧。然后回到你的呼吸，回到你的身体，回到这个安静的夜晚。你还可以问自己一句，谁在感受这个焦虑？问完之后，你看，焦虑就变远了，它好像被你看到了，被你看到的东西就困不住你了。你可以这样做1次，也可以这样做100次，都很好。哪怕你今晚做了10次，失败了10次，也没关系，真的没关系。因为这本书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练习从来不是做得多好，而是每一次记起来，你都仍然可以选择回到那个天空的位置。每一次记起来，你都仍然可以轻轻地说一句，这不是我，我只是看着它。你只要能说出这一句，你已经不在那个声音里面了，你已经站在天空的位置了。亲爱的，如果今晚你做不到，如果那些念头还是太吵，如果那些情绪还是太重，如果你翻来覆去满身大汗还是睡不着，请你一定不要责怪自己，不要觉得自己失败了，不要觉得这本书没有用，不是你做不到，是你背负得太久太久了，是那些云压得太厚太厚了。你不需要一夜之间就把天擦晴，你不需要一夜之间就变成圣人，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就够了。那一件事就是，云再厚，天也没有走，天还在，一直都在。你也是那个完整的你，那个干净的你，那个本来就很好的你，一直都在，在所有的焦虑下面，在所有的失眠下面，在所有的自我怀疑下面，它一直都在。它从来不需要你努力去成为，它只需要你停下来，想起它来。你不需要变得更好才能被爱，你不需要解决所有问题才能休息，你不需要把生活过得完美才能睡一个好觉。你可以在这一切还没有解决的时候就休息，你可以在明天还一团糟的时候就休息，你可以在自己还不完美的时候就休息，因为你的存在本身就足够好了。那个会呼吸的你，那个能感受的你，那个看着这一切的你，从来都没有不好过。它出现在这个世界上，本身就是一件完整的、美好的、值得被温柔对待的事。好了，今晚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。窗外的夜已经很深很深了，城市的灯光一盏一盏地灭了，楼下的车声也渐渐听不到了，整个城市都安静下来了。你房间里的你，呼吸也慢慢平稳下来了。那些白天的事，那些明天的事，都先放在一边吧，他们明天还会再来，但今晚不是他们的时间，今晚是你的时间，今晚是天空的时间。你现在就好好地躺在这里，什么都不用做，什么都不用想。你的身体知道怎么休息，你的呼吸知道怎么继续，你的心知道怎么安放。你不需要去管理这一切，你只需要允许这一切，允许自己躺在这里，允许自己被被子包裹，允许自己是现在已经很好了，允许自己把那些云都留在天边，然后安安心心地做这一片寂静的夜空。愿你今夜像天空一样广阔，像天空一样宁静。风来了就让它来，云过了就让它过，鸟飞了就让它飞，雨落了就让它落，而你依然是你，是那个最初的、完整的、不需要任何修饰的你，是那个一直在看云却从未变成云的你，是那个一直醒着却从未被声音迷惑的你。晚安，亲爱的，晚安，愿你明早醒来还记得你是一片天空，愿你这一生都记得你本来就很好，你真的本来就很好。晚安。